let's call it quits because I've had enough. Thank you, darling. Have a good time. Mr. President, let's please. I traveled all the way to Wisconsin. A country can never be great with a dishonest Listen, we traveled all the way to Wisconsin for this interview. 2026年5月31日，快80大寿的特大统领不到早上7点开始高强度发电。看，他们有个宴会厅叫中国大会堂，又大又漂亮。为什么美国人反对我搞个更好的？一定是民主党人疯了。是的，自打董王访华后就开始痴迷造奇观。除了早规划的美版凯旋门，15号没下飞机又宣布要在国家公園建設立有250名美國英雄雕像的英雄花園。隔天大半夜瘋狂發帖給網友分享耗資1300萬美元，預計7月翻修完工的林肯紀念堂倒影池。目前白宮還在修建超大八角龍，準備在董王80歲大壽當天在總統府舉辦格鬥大賽，以便慶祝建國250週年。大家好我是打醬油的星辰。按說一肩挑着大美朝一曲50州的老爺子就想修個園子有什麼錯呢？何況我美利堅有的是金山銀山，永遠花不完。現在問題來了，拋開項目需要國會審批，董王任期還剩2年半不談，現在壓力來到了美國基建，到底能不能修呢？提到美國基建，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什麼？170萬美刀的舊金山廁所，計劃修20年的加州高鐵。作為初代基建狂魔，早在1860年代，美國僅用6年便建成橫貫北美的太平洋鐵路。1897年又通車第一條地鐵線波士頓地鐵。此後歷代大統領銘記，基建乃上立國家，下立臣民的國策。聖祖羅斯福4年完工金門大橋，5年建成胡佛大壩。1956年，美五宗簽署法案，洲際公路網啟動之後，兩黨接力，歷時35年，修成了全球首個國家級公路網。但說到現在嘛，之前我們曾聊過，由於黨爭屢見不鮮，專員不斷撈錢，環保人見狗嫌，計劃反覆打臉。如今的美國基建屬於高考考場比沒墨，考研報名明填錯，長途綠皮沒有座，星辰日更潛在拖。總之有一點不樂觀啊。2014年還是副總統的拜登語出驚人，如果蒙住眼睛把你帶到紐約拉瓜迪亞機場，你肯定以為到了第三世界國家。之後登基詐作的董王也曾用第三世界論大罵紐約肯尼迪機場。為什麼會這樣？這就不得不提美利堅特色建設了。2021年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點出關鍵，過去10年美國沒有如期完成任何一項大型基建。這是2008年立項的加州高鐵。為了防止大家不清楚2008年是啥概念，這麼說吧，同期開工的中國8縱8橫將近4萬公里高鐵都快修完了，而800公里的加州高鐵歷經3屆總統，換了至少4個 CEO， 開工超10年，至今沒有火車沒有鐵軌。為數不多的工程是若干躺在田裡的高架橋。更難崩的是，在各方拉扯下 PPT 更是被改得亂七八糟。截至去年，項目共收到597項設計變更單，損失超23億美元，氣得董王大罵這是世界級爛尾後，索性終止聯邦撥款。而加州居然在近900億資金缺口下自行決定強行推進項目。最新消息是，獎池還在累加，造價從330億漲到1260億美元，這錢足夠讓舊金山和洛杉磯的每位居民在兩座城市間往返飛行近200次。預計2026年開鋪軌道，2033年就能通車了。華盛頓看了都得來一句：高鐵，請追一追你的人民了。只能說加州高鐵和英國高鐵2號線真是一個人之軌，一個義之軌。現在彈幕5獎競賽下，這倆誰先通車？如果加州高鐵能把鍋甩給黨爭，那不黨爭呢？2024年3月，一艘集裝箱貨船不慎撞上馬里蘭州的弗朗西斯科特基大橋，導致這座1977年通車的大橋坍塌。好在事發前船員緊急呼叫，讓警察提前封鎖入口，沒有路人墜海。但由於無人通知深夜維修橋面的工人，導致6名移民工人死亡。彼時正值大選將近，拜登親自視察事故現場，宣布將由聯邦承擔新大橋的全部費用。可能有人好奇不就是座橋，至於嗎？
還真至於，因為這座橋的名字是為了紀念美國國歌《星條旗永不落幕》詞作者，擱古代這算胸罩了。當月，馬里蘭州給出報價，僅需19億美元，2028年即可完工。總統大手一揮，立即呈交國會御筆朱批。更難能可貴的是，半年後拜登下台，由於這橋的特殊意義，董王上任後呢，不僅沒阻撓，反而繼續打錢，直到2025年8月，忍無可忍的川寶發帖大罵馬里蘭州州長。這次真不怪川寶啊，因為馬里蘭州的牙買加裔黑人州長上台後呢，為實現他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宏願，以行政令強制將該州31.5%的工程合同授予女性和少數族裔企業。被選定重建大橋的承包商更是個以 DEI 為綱的主兒。1年過去，別誤會，不是沒修好，而是壓根沒修，甚至橋墩都沒拆完，情緒價值倒是足啊。他們專門搭建了一個類似天際線的酷炫官網，實時展示重建安排，還支持6種語言。正所謂是金子總會花光啊！11月，馬里蘭州更新重建計劃，家人們，19億不太夠，得加錢。也不多，就43億至52億吧，保證2030年完工。消息一出，美國人都傻了，你們準備用金子蓋嗎？對此，交通局解釋道，最初的19億是在事故2周內評估，只是為了確保獲得聯邦緊急資金。現在材料成本都上漲，加上新橋得加裝橋墩防護系統，它值這個價啊！還是你們掙錢狠呢！哎呀！更過分的是就这承包商居然還要漲價，這下馬里蘭州也看不下去了，5月宣布解雇承包商，然後為了降低成本，將剩餘工程拆分為4個合同重新招標，新方案僅需40億至48億美元。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這錢不包括第一階段設計拆除的7億美元。你別管總價貴沒貴，你就說看着少沒少吧。大橋項目上需要花錢持續的餵飽專員，這就是成語大橋餵酒的來源啊。對了今年2月，馬里蘭州呢還爆出一污水管道破裂，導致9.4億升污水流入華盛頓的主要飲水河，大腸杆菌含量一度超標1.2萬倍啊！這種請首都人民集體吃奧利給的壯舉，再次被董王怒噴。最後一查，污水管建於上世紀60年代。當然了經常看意林的都知道，美國人出行坐飛機不需要昂貴的高鐵橋梁，但如果核設施也有問題，閣下該如何應對呢？點中點如，專為美國原子彈生產部的漢福德基地，由於當初幾乎沒有任何環保措施，遺留了5600萬加侖放射性廢物，直到冷戰後才被泵入地下儲罐儲存。但截至1998年，已經發現約1/3儲罐洩漏，至少100萬加侖的放射性廢液滲入地下水，而基地旁邊不到10公里就是美國第4大的哥倫比亞河。隨即，國家機器迅速啟動，決定採用更先進的玻璃化法，將放射性廢料與玻璃高溫混合，加工成玻璃棒，再倒入不鏽鋼罐安全儲存。2001年，玻璃工廠動工，計劃2009年使用，2019年即可全部清理。項目僅需40億美元。好消息是，工廠建設如期完成。壞消息是，2012年審查發現，工廠存在362個重大設計問題，包括未考慮地震損壞設備、化學分離放射性物質可能產生爆炸性氫氣，能源部只能緊急停工。此時成本飆到130億，以為專業又可靠，實際扮豬吃飼料。隨後，能源部聯合司法部起訴清理承包商，指控該公司存在工程缺陷，且非法游說增加預算。如此嘆為觀止的壯舉，擱別的地兒至少3鞠躬。沒法的，我美利堅自有國情在此。2016年，承包商賠償1.25億與政府和解。好消息是，2025年10月，在工廠閒置10多年後，玻璃化清理工作重新啟動。壞消息是，據問責局報告，完成所有核廢料玻璃化要到2069年，場地全部修復總成本預計只需要5280億美刀。
還有耗資160億，計劃2030年通車，全長近4公里，鏈接紐約到新澤西的哈德遜河鐵路隧道，2023年開工，今年2月還因資金凍結停工了。共和黨說擔心民主黨根據 DEI 分配資金，民主黨則說共和黨要以特朗普命名才打錢，以及修了17年，建築費加利息幹進去200多億，被稱為永恆之絕的波士頓隧道改造，2021年動工，預計2027年建完。總長高達2.6公里的新澤西州206國道升級。為什麼工程越修越貴還越慢呢？前舊金山市長有過一段基建政治遊戲的精闢描述啊。對公共工程來說，第一筆預算實際只是首付，首付的目的是為了項目動工，就像挖一個洞，然後把洞越挖越大，大到除了拿錢填補外別無選擇。政府拍腦袋不行，那民主投票呢？2008年，經過20年的辯論利弊，檀香山人民主公投通過輕軌修建計劃。2011年又投票成立獨立監督機構 HART 交管局，建造由全球招標。等到2023年，1期工程正式通車，12年修成已經算快了。雖然這段大工程長32公里，雖然預算從40億漲到124億，雖然通往市中心的全線要2031年開通。好在1期17公里修完了嘛？是的，你沒聽錯，20年修32公里，比他們美軍攻硫磺島都費勁吶！先別急着打問號啊 ！HART 興奮地宣布，這是一個里程碑時刻，所有必要測試都已完成，該輕軌安全可靠。為啥強調安全呢？因為試運營發現點小問題，部分高架橋的混凝土橋墩出現細小裂縫，且在不斷擴大。當然了，這真是小問題，大問題是2021年發現6年前安裝的多處路線中，由於施工問題，車輪居然比交叉路口的鐵軌差到窄了半英寸，嚴重時能導致脫軌。圖啥？圖160嗎？好在分包商靈機一動，用焊接強行修復，並讓列車過岔道時減速。接下來還發現了車門關不緊吶，焊接質量差呀，噴砂造成裂縫，軌道交叉口剝落和碎裂啊，等等等等啊！忘說了，檀香山輕軌的分包商正是大名鼎鼎的日本日立。21年，戴英發現列車底盤出現大規模開裂，制造商也是日立。好了，可以打問號了。2026年2月，最新消息傳來，再延1年。原因很簡單，監督的 HART 和總包日立忙着打官司呢。日立狀告檀香山市管理不善，你們的破線路壓根兒沒勘探，因為通過原住民墓地被停工，必須賠償3.2億延誤費。檀香山交通強硬反擊，法院駁回訴訟，反訴日立違反合同和虛假申報法。堂下何人？為何狀告本官？雖然專員個個撈錢，工期一延再延，資金黑洞難填，工程問題連綿，但還有一位高手還沒登場呢。2015年，為了滿足能源需求，弗吉尼亞州決定建設一條天然氣的管道。18年通過審批動工，按說呀，這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天然氣它不環保。項目一經公布，各路組織聞風而動，當地居民擔心天然氣爆炸污染環境，抗議。由於管道橫穿阿巴拉契亞山徑，山徑保護協會迅速成立。How dare you！ 影響森林和野生動物咋辦？考慮地球母親嗎？抗議！為了阻止砍樹，大量民眾紛紛走進管道沿線的森林靜坐。比如一位61歲的大媽帶着30歲女兒在樹上住了1個月呀。弗吉尼亞理工大學一教授更是將自己鎖在挖掘機上。面對接二連三的抗議，林務局也急了，繳吧繳吧，你們就繳吧，繳的百姓用不上天然氣，價格飆升，攪得弗吉尼亞大亂，讓民主黨占了，老子無非陪你們抗議就是。隨後果斷切斷抗議者的食物和水源，還出動保安整夜用探照燈和噪音騷擾。正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馬來西亞，海來阿木。為了聲援這群環保衛士，氣候活動家翻山越嶺送補給呀，雙方圍繞森林打起了游擊戰爭。緊接着法院加入戰場，喜歡抗議是吧？限期離開，否則以藐視法庭罪每天罰1000美元。綽號瘋子的抗議者在樹幹頂上待了57天，被嚇跑了。經過足足4年奮戰，2021年啊，沿線的抗議者終於清理乾淨。這之後，在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停工又復工的來回折騰下，2024年管道才開通，成本從66億
亿漲到72億。既然天然气这种低端燃料不环保，那我建点高科技 AI 数据中心，这没事吧？对不起，也有事儿。5月摩根大通报告显示，美国科技巨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注资 AI 產業，作為美國資本全力押寶的未來產業。由於用地審批、供應鏈受阻、電力供給短缺等問題，計劃2027年竣工的數據中心超60%沒動工，另有7%延期。更嚴重的是各地民眾呢以保護空氣、水資源和健康為由，積極投票禁止修建數據中心。這下真就大清正統在華盛頓了。截至目前我已經講完了美國基建崩潰的2點原因，既得益於兩黨長期打架導致政策搖擺，又得益於各路專員搞金融工程長線撈錢。那麼各位彈幕吳彥祖，你們覺得應該怪誰呢？我還想補充2點深層次原因，一是美國基建太舊了，據達沃斯論壇數據，全美約658.7萬公里道路中有1/3路況欠佳，1/4橋梁的橋齡超50年，8.3萬座水壩中約1.4萬座具有潛在高危險性。直到2021年，紐約地鐵才宣布退役1960年的列車，而他們上次大規模基建還是上世紀60年代，曾拯救臭名昭著的波士頓永恆之爵項目的公路管理局前主席安德魯無奈道：預防性維護需要大筆資金，但沒有政治資本，沒有人會給花這麼大筆錢的政客投票，何況短期自己享受不到。其次，哪個國家沒貪污呢？但在民主大旗下，無人需要擔責。比如加州高鐵時任 CEO 伊恩去年被曝將建在市中心的車站遷到郊區，未婚妻與承包商存在的財務聯繫，依舊穩拿年薪56.3萬美元。他的前任，那個讓預算從330億飆到770億的前 CEO 傑夫，17年拍屁股走人了，沒有任何處罰。此處我有一聯，上聯大橋機場鐵路，第三世界不問國度，下聯黨爭腐敗環保，萬億投資直打草稿。其實這10多分鐘裡歸根結底講的是同一件事兒。經歷新自由主義改革，隨着國家在基建事業激進退場，後工業時代大基建需要如羅斯福一樣在關鍵節點正確抉擇，需要有魄力承擔一時代價，需要有威信長期堅持。但如今的美國顯然沒人能做到了。2018年，特朗普公布1.5萬億基建投資計劃，計劃未來10年改造年久失修的公路、鐵路、機場以及水利。用他的話說，美國的基礎設施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結果方案進國會表決的資格都沒。2021年，拜登又在白宮簽署1.2萬億基建法案，這次國會倒是批了，但直到下台前依舊沒做到，很多項目又被董王砍了。最後用個小故事結尾吧。1980年代，彼時的紐約毒品氾濫，謀殺案每年高達2000起。為重振居民信心，市政府決定翻新年久失修的市中心地標沃爾曼溜冰場。結果470萬的工程超支1200萬，花了6年仍然無法開業。1986年，一個30歲出頭的年輕地產商站出來表示，要為家鄉排憂解難，讓大家盡快溜上冰。為此，他公開叫板市長，不讓我來，那你們再幹6年吧。政府最終同意。11月，溜冰場不負眾望，提前2月竣工，不但沒超支，還結餘70多萬美元。年輕地產商一戰成名。此後，在電視上聊及此事，狠狠吐槽紐約基建，而他的名字叫唐納德·特朗普。Trump,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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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mp. Everywhere I go, they love Donald, Donald Trump. Down in Mexico, they love Donald, Donald Trump. Flew to Italy, they love Donald, Donald Trump. In the Middle East, they love Donald, Donald Trump. Met some Africans, they love Donald, Donald Trump. Even in China, they love Donald, Donald Trump.